平常打枪 game 换子弹的时候，几乎就什么都不能做，只能左闪右躲，等子弹换好。要不要趁这个时间玩一把一笔画小游戏呢？Pragmata 人机迷网最核心的战斗玩法，便是这样的概念出发。这款游戏刚摸的时候，就非常明显的感觉到换子弹的时间特别的长。这其实就是游戏巧妙的希望你使用他们另外一套骇客系统的手段。我觉得 Pragmata 战斗设计的非常好，敌人有高防御的装甲，平常直接射击并没有很痛，但通过骇入破解敌方装甲后，就可以造成高额的输出。敌人的难度并没有很高，而且攻击频率都很低，但真正的难度就在你要兼顾一般的射击、闪避跟这个骇客系统上。战斗中会因为你要兼顾两边，变成自己手忙脚乱，然后怪物就在那边看你手忙脚乱的局面。这个人是要打我了没？当你渐渐习惯操作后，游戏也渐渐的会增加敌人的数量，或者是新的机制，让你一直都很忙。玩家的学习曲线抓的是蛮不错的。本游戏最好的地方就在它所有围绕着双人出发的设定都非常的自然，我非常赞赏它这一点。主角修和他同行的小女孩戴安娜，平常戴安娜会爬在修的背上，我们操控的就是修背着戴安娜，这样两人一体。所以战斗上因为是双人，所以一个人射到弹尽援绝补子弹的时候，另一个人可以帮忙破甲或者是给予辅助，就是那一套骇客系统。因为是双人，在战局混乱的时候，小女孩戴安娜也可以很自然的向无暇顾及战况的修喊着快躲开。我真的好几次都被小女孩喊得快躲开救到。剧情上也非常多是围绕着双人的展开。我个人非常喜欢这款游戏对对话的处理，因为是两个人同行，游戏完全不需要安排主角对着空气自言自语，这在很多单人冒险游戏超级出戏。所有的提示、指引、感情铺陈都在两人的日常对话中完成。我至今都记得我很喜欢的一部动画 EF， 结尾就是一堆角色在那边自言自语讲心境，我就觉得很奇怪。你要是说为什么我明明觉得那么奇怪我还那么喜欢，因为他的 OPED 安排的超级帅。我觉得我会喜欢上新房昭之，也有一部分是因为 EF， 但是我在做影片的时候去看了一下，好像比较像念诗啊，不太确定是不是记错动画。我觉得我喜欢旷野之息应该也是这样，他把很多感情留给玩家，而不是靠描写。这款游戏的 BGM 它给我的感觉很妙，它存在感极低，但是非常的维持情绪。它很没有个性，但很会看气氛，让战斗的音乐很赞，激起你的热血，但是你不会记得它长什么样子。你可能会在破关后一段旋律都哼不出来，但你在战斗当下的热血感，在探索时的孤寂感，都会被这套音乐稳稳的接住。缺点来说呢，我觉得药水超级少，但后来我看别人的直播有提到魂系的做火，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不是这个游戏一直不给你可以捡到药水来补血，像打 BOSS 时候我都一直在呐喊不要再给我武器了，拜托再给我一点药水吧，救命啊，我没有补品，哪里有给补品，不要只给子弹啊。对，但是其实它的设计逻辑本来就是像魂系游戏那个样子，你必须要回到基地才能回满药水。只是相比于魂系游戏只要在火点做一下，马上就可以回满药水。Pragmata 你要回基地，还要经过一番读取，然后再重新选择你要出发的地方出去我觉得还是稍微麻烦了一点。再来是一些游戏情节个人看法的部分，会先雷到一些 BOSS， 那后面当然就会雷到剧情的部分。这边先给你们看戴安娜的念力篮球必避雷。那喜欢的话可以先按个喜欢，或者是偷偷存起来，等破完之后再来看看月土虫这只 BOSS 我其实有点不太满意，这么大一只虫在前面还屡屡给我们这样子压力，就让你不能随便踏在沙子上这样，结果到最终 BOSS 的时候就把我们关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打它。我觉得这种 BOSS 还是要有点速度感才会比较好。就怎么说吧，你在打 BOSS 战的时候，你完全不会有之前你在探索的时候那个完全不敢踩到沙地上的那个恐惧感，你就是直接随便站在地上跟他硬刚，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惜。但是呢，这个速度感这件事情，无论你是说月土虫逃窜或者是我其实会觉得它如果是一个追逐战的表现的话，应该会比较好。对，但是你要追逐战的话，尾王有很好的把这点给补回来。对，我们的最终 BOSS
上电梯那一段，虽然是剧情杀，但是我觉得它处理很好，是它会自动帮我们位移，然后做闪躲，这部分是完全交给演出去处理，对，我们只需要瞄准、骇入跟射击，这个处理我真的觉得非常好，让玩家可以花更多的神去欣赏他们的演出。这段演出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赞，速度感啊、魄力啊，作为尾王的一个压轴，真的是处理得非常好。那接下来是比较关于剧情情节的部分，一样再给你们看一段戴安娜可爱画面，避避雷。好，剧情情节的话，有一段我是觉得也是比较可惜的，就是死仙废掉戴安娜之后，在实况的时候我没有看清楚，我一直都叫她叫死肢。因为我想说 3D 猎影好像是纺织一样，不过其实讲纤维好像也是跟纺织有点关系啊。OK， 这不是重点。死仙废掉戴安娜之后真正完全不能用骇客能力的时间，竟然只有 BOSS 战最前面一小段而已，这点我真的觉得蛮可惜的。我在想如果是像剑心那个样子狠一点，完全直接封印你的能力，像剑心的话就是直接封印掉你的近战能力，你就只能用枪。对，然后让你去跑一段任务，他那时候不是要去换电池吗？对不对？让你独自一个人去换电池，等到最后骇客能力终于拿回来那一刻，那个戴安娜终于回来了，我打怪终于可以打比较痛了，这种救赎感应该会更强啊！哎，但冷静下来想想我觉得制作组应该是有他们一些考量，可能是数值的设计吧。你如果不靠骇客能力去破敌人的装甲，打怪好像就只有10几的伤害但感觉打怪打一只都要打很久。对，那如果说这一段剧情如果是新设定怪物，它是不需要骇入你就可以直接打很痛的话，说不定它制作组也可能会怕玩家觉得太简单。就这边怪物都只需要靠射击就可以解决，不需要靠骇客。那可能对于本来就很习惯枪战的玩家来说，这一段反而是他打得最顺的一段，那就失去了那种失去了骇客能力好不方便的这个感觉，根本就感受不到失去戴安娜的不便。可能要的话，这个游戏就需要为这一段剧情特别安排一些，像是只能靠地图的特定装置才能进行骇入，或者是会有设计一些焚烧区就是你只能靠引怪去焚烧区焚烧。对，不然如果不改写怪物的防御逻辑直接封印戴安娜，那玩家可能会真的觉得蛮痛苦的。所以戴安娜从受伤了到她觉醒那一段，我真的是觉得很温柔制作组很温柔最后是从前面一直铺垫的击掌这个动作，我就隐约的觉得有 flag。我本来是想说最后的发展应该会是有一方挂了不知道是修还是戴安娜临死之前两个人最后的一次击掌，哇！结果制作组交出一个连碰都碰不到的答案，哇！那个遗憾感，哇，好美，真的好美。就修作为一个爸爸隐瞒自己的身体状况，逞强送走女儿的那段描写，真的是超赞，一点都没有多，一点也都没有少，两个人都没有过多的内心戏。就像我前面讲到，他没有那种修突然一个人就在那边自言自语说：“我感觉我快不行了，但是唯独戴安娜，我一定要送她走。”这个样子，那我们怕玩家不知道，修很想要送走戴安娜，很想要隐瞒自己的状况的这种描写这种台词完全没有，真的全程就是只靠互动，只靠对话，这都是很自然的。内心戏真的不需要多，玩家自己就会知道，玩家有自己的感情。这是真的回到我觉得他最初设计最棒的地方就他一切都是围绕着双人去设计的，而且一切都是这么样的合理自然，毫不出戏。老套是老套，好猜是好猜，但是他真的做得很好。Time to bring it in.